上一期呢测了这台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是3.3秒，这一期呢就给它拉上马力机，看一下这台发动机的潜力以及调教。先听一下发动机和排气的声浪。而且石龟链的声音也小，它怠速的声音不像欧系车那样机械感浓，它更加偏向于日系发动机。现在测的是675 SR 的马力图。春风最先开始呢说这台三缸机是世界的高性能三缸机，而且是性能猛兽，升功率和升扭矩都破百呢，而且共生之下它无敌，瞬间把我们的期待值拉到比较高的点。这估计也是一种宣传的手法吧。升功率和升扭矩破百比较容易理解，升功率呢破百就是1000cc 破100千瓦，那么675的排量就是 67.5 千瓦。扭矩呢也是一样，它也的确破了。我们再看一下马力机测试出来的马力，95匹马力，它是不是这台发动机的极限呢？或者是它故意放话，然后最后调教出来呢又留了一手？就像之前450 SR 说实力不止50匹，但是它就给你50匹，就是不给你们多用。最终这台车拉出最好一次是 88.97 匹，扭矩呢是 62.68。之前呢网上就有人测到扭矩达到了69，我来告诉大家这是怎么测出来的。刚才呢我用3档测，现在呢我用4档测，看一下马力区别有多大。马力瞬间达到了 97.19 匹，扭矩呢也达到了 69.3。所以这个转速比的设定是可以调整马力图最高的转速的显示，而这个加速度值呢是用来匹配不同车辆不同传动比的设置，所以即使同一台马力机，但是不同人测它的马力也会有区别。我是都测过一遍，然后再根据我实测的加速数据能对得了的我才放出来，而不是测完放上去就完事了。所以我排行榜里面的数据都是比较严谨，没有出现打架的。好，我们回到马力图，最明显的拐点在11000转左右，功率还在上升呢，直接被切了下来。所以95匹根本就不是这台发动机的极限，是为了照顾断油，发动机在11000转就进行退火退脚了。而且这台发动机在8500转动力就放缓了，就是因为这样限转速，所以最大功率就是一个点。我们看一下川崎 Z900 的，它是从9500转就开始慢慢放缓了，从而呢有个功率的平台，而到 Z900 RS 版本呢是直接从7800转就开始放缓。而春风675这台呢虽然从8500转有所放缓，但是一直到了11000转还是直线上升了，所以这台发动机在解线1000转性能会更加强。春风最近的车都不再拼极限数据了，无极 RR660 也是工程样车更加猛，可能是转了一圈发现质量和品控才是决定一台车是否走得远的重要指标。而且春风明年还会有750 SR， 马力在110到120。如果三缸机调得太猛的话，那么明年出来的750定位就很尴尬了，所以它也在产品的布局上也做了考虑了。在这里呢就穿插一个知识点，就是同样的一台车，包括车重、最大功率、最大扭矩都相同，都是89匹和 63.7 的扭矩，只不过呢一个是11000转爆发，一个延后到12000转爆发。很多人都认为同一款的两台车最大马力、最大扭矩、车重都相同，那么动力性能肯定是一样的。其实呢是不一样的。
12000转爆发最大功率的，在极限性能上肯定要比11000转爆发的要强，因为最大功率的转速往后推了1000转。为了要维持各档位的级数保持不变，所以末级传动比要加大 9%。这时候呢，后轮的扭矩会被放大，直线加速01、02、04的数据也会有差别的。即使拿到下赛道，他们的成绩也是不一样的。一台摩托车对发动机性能调教的数据是最多的。如果是为了刷赛道的成绩而生的话，它不仅要根据赛道来进行齿比上的选定，而且还要收集整个赛道发动机各转速的运用时间累计。高速赛道呢，高转速的用的时间要多一点，所以适当的把功率和扭矩往这个区域推一点。如果中段加速用的多一些，那么动力需要适当的往回调一点。所以不同的赛道齿比 ECU 调教都是不一样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的。所以这台车如果是这样的曲线的话，那么赛道上能用到的平均功率会更加充足。现在最大功率就是一个点，而且是接近换挡的时候才能达到，或者是把转速给解了，把后面封印的动力给释放出来。